女人打开一个尘封许久的坛子，倒出发酵2个月的液体，这是她为丈夫们准备的啤酒。在尼泊尔寒冷的气温下，人们需要靠这种啤酒来驱寒。女人多玛有4个丈夫。在尼泊尔西北部的胡姆拉山谷中，有一座位于海拔3000米、遗世独立的村落。这里没有公路，只有乘坐飞机或者当地熟悉路况的人才能抵达。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中，时间在这里仿佛冻结了一般。15世纪，祖辈们从西藏迁徙而来，分化出了这一脉藏裔后代——宁巴人。宁巴人靠着种植放牧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在宁巴有着一种独特的婚姻模式，一妻多夫制。39岁的多玛嫁给了4兄弟，有着4个孩子。老大内伦德46岁，负责照看牲畜，是多玛的第1丈夫。老三库姆33岁，正在田里打理庄稼，是多玛的第3丈夫。老四达尼是多玛的第4丈夫。没有露面的2丈夫37岁，去了200公里外的镇上打工。对于这样的生活方式，多玛认为很正常。在宁巴村，女人通常会嫁给男方的所有兄弟，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习俗，这是宁巴人在恶劣生存环境下必须做出的选择。虽然宁巴村土地肥沃，但气候恶劣，收成往往不尽人意。为了对抗饥饿，更加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，宁巴人衍生出了这种婚姻模式：一家兄弟组成一个大家庭，兄弟成年后不用分家分土地，财富便可一代代积累。所以宁巴人一家往往超过10个成员，即使60多岁的父母，仍积极为家庭做贡献。那伦德作为第1丈夫，是整个大家庭的话事人。多玛一家有2个女儿，2个儿子，每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进餐，都是十分热闹的场景。宁巴村一共有70多户家庭，大约500多人。虽然生活艰苦，但通过这种团结协作的方式，生活也算平静安逸。作为整个家庭的话事人，那伦德的态度决定了家庭是否能和睦运转。20多年的相处下来，事实证明内伦德是一名合格的丈夫。其实内伦德和多玛是自由恋爱，但是多玛父母将17岁的女儿嫁给了另一户3兄弟，多玛自己并不喜欢。为了争取心爱的女孩，那伦德与男方父母谈判后，补偿给他们3000块，那伦德才和多玛走到一起。一家4个丈夫都有着自己的分工。老三库姆17岁成为多玛丈夫，平时负责种地，在家的时间最长。老大内伦德经常要跟着马帮出去做生意。老四达尼因为接受过教育，平时在县城政府部门工作，只有冬天才会回来。达尼年纪最小，3岁时就跟着大哥来到这个家庭。还不懂事的达尼曾一度将多玛当作母亲，懂事成人之后才意识到自己也要在这个家庭中承担父亲的责任。作为家庭的女主人，多玛必须做到公平对待每一个丈夫，才能让这个家庭完美平衡。丈夫们平日基本都在外忙碌，只会有一个丈夫留在家中。今天老三库姆要带着多玛去村里的磨坊磨玉米，6000米高山上流下的泉水是这个磨坊的动力，磨出来的玉米粉就是他们平日的主食。此外，酿造传统尼泊尔啤酒也是多玛的日常工作，定期将发酵好的啤酒装坛。身居高寒地区的村民们就用这种啤酒驱寒。因为多玛父亲是独生子，所以老2口是宁巴人中少见的一夫一妻制，他们这一生过得比较辛苦。于是当女儿嫁给4兄弟时，老2口非常高兴。清晨，宁巴村从云雾中苏醒，村庄又开始了平静的一天。大人们忙碌起来，孩子们外出上学。宁巴人的房子搭建也有讲究，1楼给牲畜住，2楼住人，3楼晾晒作物。在宁巴人习俗中，他们会弄清每个孩子的生父是谁，但一般妻子会保守这个秘密。老大内伦德即将要出门行商，他们请来喇嘛祈福，祈祷4个月的旅程一路平安，用牦牛驮好行李。那伦德即将离家40天，临行前，夫妻俩互相在对方头上抹上黄油，他们认为这样能给对方带来好运，就连牲畜也不例外，都要一一涂上黄油。那伦德外出后，喂养牲畜的任务就落在了多玛身上。当多玛谈起这样婚姻的好处，就是当其中一个丈夫外出时，她不会有太多思念。随着时代的改变，这种增加家庭劳动力的特殊模式已经逐渐消失，他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巨大改变。孩子们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，不再选择留在山谷内。后代们都有了求学的机会，得到教育灌输的孩子们往往不会再愿意接受这种婚姻模式。对于自己女儿以后的婚姻，多玛也愿意让她自己选择，不会强迫他们。在这条崎岖坎坷的求学之路上，孩子们与祖先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渐行渐远。留在家中的多玛今天穿上了传统的服装，她要去参加一个礼佛集会，路上需要步行5个小时。丈夫库姆也体贴地在一旁帮忙，穿上传统手工编织的羊毛服饰，戴上绿松石项链、镶金的箱子、珊瑚石项链、护身符、金属头饰。这身行头可以看出宁巴人对仪式的重视程度。
这也是他们祖辈相传的重要传统。但随着时代的进步，那些与社会脱轨的旧俗必将会被抛弃，留下的便是独具魅力的特色传统。